今天我们一起来挑战这件事儿。同样一句话，知道用成语怎么说，高雅的说出来，也知道用口语怎么说，幽默的说出来。第一个成语，心花怒放。心花怒放，从字面上就很容易理解，心里高兴的像花一样，形容那种极其喜悦、兴奋的状态。比如说，我中彩票了，顿时心花怒放。顿时心花怒放，也可以形容别人的情绪。我老公好像谈恋爱了，每天抱着个手机笑嘻了，看起来心花怒放。你看他都笑嘻了，你看他都笑嘻了，和心花怒放是一个意思。笑嘻了，这个是最近才流行起来的一种表达方式。以前有笑嘻嘻这个词，笑嘻嘻这个词呀太老了，现在我们就说笑嘻了，笑嘻了。第二个成语，心烦意乱。心烦意乱是说思绪纷乱，形容心情不好，不知道怎么办。比如说，最近工作压力很大，搞得我心烦意乱。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，搞得我心烦意乱。我家的猫生病了，我一整天都心烦意乱。我一整天都心烦意乱。他看起来心烦意乱的样子，你最好别惹他。生活里也会说这个词，抓狂。抓狂，他呀一般用来自嘲。太抓狂了，老板又是下班了才叫我们开会。太抓狂了，老板又是下班了以后才叫我们开会。我以前被老板要求周末加班开会，非常抓狂。现在呢，已经习惯了。无能狂怒有什么用呢？无能狂怒，它是抓狂的更夸张说法。我做菜故意放很多盐，患有高血压的老公尝了一口就抓狂。患有高血压的老公尝了一口就抓狂。他问我为什么放这么多盐，因为他晚上说要加班，搞得我心烦意乱。我无能狂怒也没有用呀，所以我报复了他。你听懂了吗？这段话，你喜欢哪个词来表达你的情绪呢？心烦意乱，还是抓狂，还是无能狂怒呢？心惊胆战。心惊胆战呀，是形容非常害怕、恐惧的状态。走在那条漆黑的巷子里，我心惊胆战的。心惊胆战。他的妈妈明天就要动手术了，他跟我发短信说，他心惊胆战的，害怕极了。他心惊胆战的，害怕极了。再比如，他昨天挑战了深蹲80公斤，我在旁边看得心惊胆战的，生怕他闪着腰。我在旁边看的心惊胆战的，生怕他闪着腰。他蹲下去之前，还对着自己大喊了一声：“别怂，走你！别怂，走你！”心惊胆战呀，是害怕的意思。怂这个字在口语里面用的比较多，也是害怕的意思。我再来举几个例子给你听。鬼屋我可不敢玩，我怂得很。我怂得很。滑雪呀，我现在可不敢学新的动作了。人怂保平安。你要是跟中国朋友说这5个字，人怂保平安，绝对能让他眼前一亮。人怂保平安。走走走，玩蹦极去。人怂保平安。心灰意冷。心灰意冷是说灰心失望，意志消沉。几次创业失败后，他有些心灰意冷，不想再试了。他有些心灰意冷，这是我第3次跟他表白，又被拒了，我已经心灰意冷了。太丧了，结果遇见他老婆，我可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呀。太丧了。这次裁员的名单里也有我，太丧了。那还不好呀，有 N+1补偿呢，应该兴高采烈，别这么心灰意冷呀。心灰意冷这个词呀，在口语里面会有点怪。丧这个字呢，在口语里足够传神了，有很多词里都有丧这个字，比如丧眉打眼、丧家之犬，都在表达很低落、很沮丧的样子。很少有人在口语里这样说：“哎呀，我考试没过，真沮丧。”
但是会这样说：太丧了，太丧了，我今天开车被贴了罚单。太丧了，我今天开车被贴了罚单。它除了能表达心情很低落，还可以表达倒霉的意思。太丧了，你试试看用丧这个字来造句，当然也要记得心灰意冷，丧没打眼，丧家之犬。下面我们来看心平气和。心平气和是说心情平静，态度温和。婚姻中如果有矛盾，要心平气和的沟通，不要吵架，要心平气和的沟通。说的轻巧，我可淡定不了一点儿，我可淡定不了一点儿。淡定这个词呀，它在口语里比较常用，也是心平气和的意思，与世无争的样子。遇到车祸，拿出手机拍个视频，做人要淡定，做人要淡定。她看了老公的手机，一脸淡定地跟他说：离婚吧。其实呀，她想离婚很久了，所以才会那么心平气和地找个由头来提离婚。找个由头这个词呢，我也补充一下，在口语里它是导火索的意思。由头，地震了，慌也没用啊，要淡定。家里着火了，他还能这么心平气和地坐着喝咖啡。家里着火了，他竟然还能这么心平气和地坐着喝咖啡。心甘情愿这个词呀，是说心里完全接受，没有一点勉强的意思。比如为了孩子，父母总是能心甘情愿地付出一切。心甘情愿，口语里会省略前面两个字，只说情愿。我情愿当初没救过他，他说要和我结婚，可你看他不情不愿的样子，不情不愿。我宁可不嫁了。他说情愿嫁到山里，也不想在豪门里受委屈。情愿嫁到山里，也不想在豪门里受委屈。但事实上，她是被婆婆给打怕了，死心了。死心这个是口语的词汇，它是负面的一种描述，事实上是没有办法改变，只能接受的意思。死心了。你有没有心甘情愿地接受一件事情？如果遇到不能改变的事情，你会死心吗？情绪的正反两面你记住了吗？情愿、不情不愿，还有死心。你来试着把这些口语的词和成语连线，听我说，你想想它对应哪个成语，加深记忆。笑嘻了，心花怒放。抓狂，无能狂怒。心烦意乱，怂，心惊胆战，丧，心灰意冷，淡定，心平气和，死心是负面的。还有情愿，这个是褒义词，正面的情绪。心甘情愿。好，有关新的成语，这期也没说完，下期咱们再接着说。我们下周一再见，拜拜。